刚刚出场前，徐熙娣有用到“肥”这些字眼，是你在后面听到有火大吗？有火大啊，你有火大？有啊，那是节目效果而已啊，不是因为你干嘛怂啊你？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真的胖了很多，都瘦不下来啊。你现在瘦啦，那是我会穿，没有，你真的瘦了，真的，姐真的，你真的怎么那么不瘦了，信呢？请息怒，姐好啦请息怒今。天就算了啦。然后女人之间的对话。然后除了肥之外，你还说毛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我是因为很爱我妹妹，所以我才会买那么多的除毛器。什么干我什么事？因为她呢有一阵子呢就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她就是看到我们姐妹们陆陆续续生小孩对，然后有的姐妹生完小孩之后会脱发脱得很严重，她就看到其中一个姐妹呢头发本来是都掉的稀稀疏疏的。结果她去了那家增发中心之后，她不但头发变浓了，眉毛也变得非常的浓，然后她就还要很浓的眉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看起来有精神嘛。我有一次看到她，我就很惊讶，我说你是孙悟空啊，根本都看不见脸了。怪不得刚才我看到一些除毛商品的时候，你都不接话，原来是为你买的。那5个人刚才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你很懒。对，我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就是不需要疯狂的去运动、流汗，就可以真的得到肌肉的一种方法。你就瘦就好了，不用为什么要肌肉呢？就是有点紧实才好看啊。OK。所以我就买很多那些电疗的啊，因为你们知道李小龙他肌肉那么大，其实他也是靠电疗来垫他的肌肉。他运动量很大。对，他运动量也很大，可是他还是要靠电疗来垫肌肉啊。对，其实没有人不运动，只靠电疗的啊。所以我就试试看嘛。你会调到最强吗？哦，我有一次买到一个美国的，你知道吗？它可以0到99，0到99距离很宽呢。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很瘦，那是要判决以后处刑用的对，东西。几乎就是垫了之后，然后我就把它贴在肚子上，它会这样滋一下，然后停一下，滋一下停一下，然后我整个人就会这样，停一下，这样一下。你是直接调到99了，直接调到99，就哔哔哔哔哔哔哔这样一直按，然后我就推荐给我身边的化妆师、发型师什么的，男生女生都去买了，然后他们就隔天就说，每个人都说就说肚子腹肌好酸，然后我说你们都调到几啊？他说我调到20，就是好酸好有效，然后那个男说哈我只调到16。我说你们也太弱了吧！对啊，怎么那么弱？他们说你调到几？我说我调到99。他说你怎么还活着啊？有没有冒烟呢？你？我觉得99应该可以把人救活哎，救活或弄死都有可能啊，电击。所以请问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的有些商品原来号称900多块钱，后来卖给你的时候变成200多块钱？其实我买东西我都是看它那个东西吸不吸引我。价钱我根本没在看呐、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对数字啊是没有缘分的。我觉得姐姐比你会讲话好多哦，是真的，你真的差很多。那你跟他搭档主持啊？那你跟他搭档主持啊？那我们俩来访问你啊！你怎么会对数字这么？好了，我曾经遇过一个那个就是学佛的老师，我就问他说：“老师，我为什么那个数字他们都不理我？我跟他们也不熟。”他说：“这就是你的福气。”他说：“因为如果你每天斤斤计较的话，那你每天都活在数字里，就像小王子的那个故事里面数字星球的那个人。”他说：“你拍这个戏赚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你看，这就是你的福气啊！你生活有吃有喝，过得那么好。”我觉得是制作人的福气，就是你都不知道你酬劳，他直接就分给你一点就好了。然后我们刚才对购物车有一个疑惑，没有在照顾家里的生活哎。有啊。吃的呢？哎呦，那些就是去现场要带小朋友去认识食物，蔬菜水果。对啊，那个学校的功课啊。OK， 然后也没有替先生买任何东西。他先生自己很会买，我先生很会买男生的保养品，我会把我用过最好的保养品给他用。所以听起来他应该也在家里遭受99度电击吧？是不是？他不敢，就是他连
按到2他就已经受不了了。然后他有阻止你说太太不要这样吗？没有，他就是很习惯，一开始会觉得我有一点疯狂，对，也会有一点逗趣，可是现在他就已经可以冷漠的看着我做这些事。因为我姐都完全不运动，然后净买这些东西，然后她老公就想说，我也在做瑜伽，好不好？后来开始做瑜伽，然后老公就想说，老婆你要不要去动一动啊？然后最后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发现那边放了一台超大那个跑步机。然后因为我很怕小孩在上面会危险，所以我就把插头拔掉。我觉得他先生娶她的时候已经知道没有办法违逆这个人的意志吧。对，你有听过劝他说不要再这样，你就真的不再这样吗？目前我真的想不出来任何一件事情哎。通常都是他把他惹毛，就比如说他们俩一起吃饭，然后就吃得好好的，她老公就会说。老婆，你还吃啊？然后他就会说，吃了。反正我就是肥。徐亚军啊，每次看到我妹回家啊，都会说，哎，我怎么才不在你身边几天你就变那么肥啊？太爆料吧你！你们两个今天要这样互相伤害吗？谁叫你要爆？好啦，姐，我们不要这样，爱你爱你。你先生有叫过你肥？他只是说，因为我现在会来北京工作，那来先生有叫过你肥？没有，他可能是那种可爱的你小飞傻瓜。没有，因为我现在来北京工作，可是北京的食物就是真的很好吃，我就喜欢吃那什么。哪一个先生叫他肥？没有。我们欢迎大 S， 请徐熙媛就座，欢迎你。这什么烂节目啊！危言耸听。好，所以你今天你姐来呢，当然我们觉得蓬荜生辉，可是她怎么会这么愿意把账单上这些就是她奋斗历程的东西亮出来啊？她一向都是很愿意。是你害她吗？没有，她一向都是很乐于分享的。像她之前出了2本那个美容大王大卖座，比那个说话之道还卖。没有。华人世上最卖座的2本书就是《美容大王》1跟《说话之道2》。美容大王1跟2。美容大王当时真的非常厉害。对。然后我以为你姐姐就已经放过这件事了。没有。她还要自己用人体实验做这件事。她对于实验还是非常的热衷。对。所以，万一吃坏了或者上当了。上当了就比较常有，就是根本没效。对。但吃坏的比较少，因为现在的那个食品安全啊等等的把关都比较严格。所以你姐坐月子跟你坐月子风格相同吗？我是非常遵照那个坐月子的那个指示，就是几天不洗澡，几天不洗头，我就完全遵照她的意思。她就会觉得说可能要抱宝宝啊，身体发臭啊什么的，她就会提前先洗了。哦 ，OK。新的小孩出来以后，你有自己反省？检查你的内心，说我有没有偏好哪一个小孩？没有，因为我第2胎不是就差点死了吗？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根本就已经过了好几天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坐月子，然后我就赶快回家，因为对我来讲，就捡回一命就好了，还管他坐什么月子 ？OK。所以你看要问他的是有没有反省自己偏爱哪一胎，是不是？有没有偏爱哪个小孩？所以你有这2个小孩有哪一个比较得你的欢心吗？不能说得我的欢心，应该说因为。一个相处时间比较久啊，一个相处时间比较短。对。那相处时间久的，他又会讲话啦，然后他有很多想法会跟你就是分享。然后比较小的，当然那你就比较晚认识他。对。然后他又还不会讲话，所以你就只能照顾他。OK。就互动比较少。因为像我也是，因为第1胎我就觉得说特别爱他，然后第2胎真的生出来就是一块肉，所以你也没必要去多跟他互动。你生了一块肉出来？当然他还是有个叉烧吗？五花肉了，就是说你还不需要跟他什么互动，可是因为第1胎就已经要妈妈什么什么，你就会比较花动心。对。然后可是真的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有自己的个性之后，你就会分辨出来哪一个值得你疼。因为像老2当时一块肉的时候不受我疼爱，可是他现在是我们3个女儿当中最贴心的。所以你确定他们不会看这个节目吗？你现在抱怨大女儿跟小女儿不贴心吗？只是说他2女儿因为长期被我冷落，所以我长期冷落2女儿也不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2女儿最近有一个行为让我觉得很贴心，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习惯
床上放2瓶那个保温瓶，然后里面的水温要温偏热。然后老二我说帮妈妈倒那个温偏热，记得要够热。他说好，他回来就是拿给我，然后我就喝。Good job！ 我就跟我女儿说 Good job， 她就这样很高兴。你要的只是皇家侍卫而已，你要的是女儿吗？是不是妈妈呀？你真是。杜医生，你刚刚听到这2个女生的对话，有任何想要提醒我们的事吗？既然我是做心理的，那我想提醒一点看到的一些东西哈。好，那我看到大 S， 然后呢，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人，对自己其实蛮严苛的。从乐观上来讲的话，那她这种严苛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她想达到的目的，她都能达到。但是从悲观讲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有点过于完美主义，那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多疑、自我中心，什么事儿准备好才做，然后容易走极端。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徐雅君啊，他有一次啊，有些还是不太正确。我觉得苏医生讲之前，其实大 S 自己都有跟我讲过这些。对啊，他知道这些事哎。我本来就是个极端人物啊。对，所以往好的地方发展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过于的在意一下我们自律的那方面，只是把目标变得特别清晰，变成一个有追求主义的这样一个样子。你的意思说不要太广泛的对自己过于严苛是吗？对，不要太广泛，抓不到重点嘛。所以我们把80%的精力都放到20%的事情上面，那就会变得更好呀。OK， 谢谢你。所以大 S 他讲的这事情，你最近有做吗？你有把你的严苛对自己的自律放在哪个重点上吗？你最在乎的一件事？最近就是在减肥啊。你刚刚说他愿意来，就表示他已经 OK 了。就是以我们姐妹的眼光来看，我觉得她今天就是很漂亮啊。是啊，很漂亮啊。就是但是跟那个没有生小孩比起来，就是真的不一样。你要回去那个时候。我想要变回那个没有生过小孩的身体。就是肥胖会让我没有自信，然后就会工作量减少，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很多事情就卡住啊。他为什么不当专业的妈妈？因为还要养家活口。对啊，还要养家活口啊。你妈质量真的很大。她最近拍杂志封面超美啊。对，因为她还没有用超美来形容我拍过任何一本杂志封面。她那天竟然在机场，我们同一班班机，她这样走很快过来说：“你姐最近拍那个杂志封面超美。”然后就记得。真的超美，然后你最近拍的杂志封面真的还好。我明明拍的封面我还走音。我拍的封面都被票选什么第几名美的。第几名？有吗？第6。但我拍的数量绝对是比林志玲多。他的名次是不是比你高？他好像没有进那个榜，因为他拍的杂志数量太少了。我拍的杂志数量也比较少啊，但是名次很高。你们两个趁林志玲不在这样讲好吗？有点风度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5位专家等一下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们的狂买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当中会透露出来你们某一个程度上是有偏执的部分。我们的5位专家，你们在开始讲自己购物狂方面偏执的故事之前，麻烦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的新氧美容 APP 造个句子，请你用心养一下这4个字开始，然后下面加一个句子，请开始。这很简单啊，心养一下眼睛变大，心养一下聊天不尬，心养一下出道不怕，心养一下身材火辣，心养一下收紧下巴。什么意思？好像有压力啊。好，谢谢各位，谢谢你们。本节目由让你发量蓬蓬的袋鼠发膜联合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花花衣物一颗搞定的汰渍3色洗衣球联合冠名播出。懂你才会更爱你。本节目由百度 AI 代停智能音箱小度在家特约赞助播出。天猫小黑盒新品优选，心意之选。本节目由天天让你开心的天猫小黑盒独家互动支持。下载新氧 APP 看明星变美的秘密。本节目由3000万美容达人口碑推荐的新氧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2400万 AI 摄影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石赞助播出。
内有料，外美爆，性感我制造。本节目由生而性感的曼妮芬品牌赞助播出。信用卡还款用卡牛。本节目由卡牛 APP 赞助播出。换新生想前行，驾驭越级生活。本节目由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赞助播出。各位好，我是东东游志东。作为主持人呢，服装的洁净和得体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要推荐大家使用汰渍3色洗衣球，1颗可以攻克你所有的洗衣难题，洁净、护衣、护色全搞定，压力去无踪。汰渍3色洗衣球，你贴心的衣物管家，快来 pick 吧！大家好，我是赵一欢，我喜欢不断挑战，更新自我。天猫小黑盒让我每次都能找到最新的黑科技产品，所以在每次尝新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让我更加热爱运动，提升自己。上天猫小黑盒，海量新鲜潮品等你跟我一起体验，让你每次开心都开心。每期节目，我们将按照主题邀请各领域消费习惯人选，组成花花了解一下团，借由他们的经验为我们提供话题、提供意见。到底他们所带来的东西能不能获得大家的认同？而坐镇花花观察室的权威专家又将会如何分析他们的行为还有心理呢？一起来看看吧。所以我让大 S 来决定你们5个人谁先讲。那我就想要听那位先生，因为康永哥也知道我是去年才出来当艺人嘛，就算出道了。我身边的朋友，大家又有一些阴阳怪气的话来说，哎呦换车了，这个排练场停得下你这个车吗？就会这样什么的，酸你。对，我就想怎么才能就是说买些东西舒缓一下情绪。你家不会有仆人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刚赚一点钱的时候，我就想，挺想有那个喜悦感，就挺想购物，但是因为我是2000年之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对，我大概在30岁之前我没买过新衣服，我没穿过新鞋。30岁之前，你30岁之前旧衣服可以多旧？就是穿朋友乐队其他人不要的衣服，捡别人的衣服穿。对，然后那个就想买一些东西，然后看起来想让自己看起来富一点。后来那我就说我买什么呢？我小的时候看到有钱人都戴。后来我就第一次去奢侈品店，我就买了我认为的有钱了4件套。4件套，我是想通过购物忘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康永哥知道我以前经常在酒吧里弹琴，我可能就想忘掉那些喝醉了上来的酒客，然后狠狠地拍着你肩膀，然后往你钢琴上扔个200-300块钱的那些瞬间嘛，然后想点他们想唱的歌，或者想忘掉那种我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那些巨大的摇骰子的声音。我们可能想忘掉那种，然后没有地方住的时候，然后拿着东西打车想去朋友家，然后朋友也不在，就打车去另一家，那个朋友也不在，然后没地方住也没有钱结出租车钱，然后就只能给出租车司机鞠个躬，然后说不好意思，真的没有钱。所以那位大哥是个好人哎。我特别希望让自己快乐起来，自信起来。有没有快乐呢？那段时间还好，后来我觉得过得好累。你们看到那些名牌还会有这个感觉吗？现在比较少买，尤其有了小孩之后，就真的不太在乎名不名牌。后来我觉得这是漩涡，就是后来我突然有一天觉得，我特别想从这个漩涡里出来。这是个陷阱。对，然后我说实话，我后来我发现我穿的都特别像偷的。然后我还是应该穿一些街头品牌、滑板品牌比较合适。然后而且我就觉得一直追逐这个，你跟精品不太搭哎。对，后来我也发现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能理解自己，我能原谅我自己的，我也想纵容自己。你有被自己的物欲吓到吗？还好。你没有发现洪水猛兽从你的体内飞奔而出的感觉？我还是一直在跟自己在交流，在治疗自己，然后在调整。我现在已经不太买了。但是我想问你，这个满足感是你觉得你拿了这个包，开了这车，别人看到你说哦，你这个很酷，还是你自己拿了我就开心？别人对我一点都不重要。哦，你还是买给自己。对。但是我这个过程也就半年吧，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穷了30多岁，然后有半年疯一下还好吧？对，也是。所以苏医生，这个所谓报复性的购物这件事情是会自己 OK 的吗？就是你的自尊是建立在外在的，你的治愈已经完成一半了。其实在建立更多的符合自己个性的、符合自己想要的、内心真正想要的一些东西，在自己内在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已经早没有那么执着了。他说的有点过于认真了，我就想真诚一点。大 S， 下一位你要找谁？下一位我想听听那位女生。
就其他女生都很爱买化妆品，但是我是很爱买蜡烛，就完全不挑，只要碰到我就买。家里面有一个整个房间全部都是用来放蜡烛的，只要是蜡烛你就买。对。哎，那你家里会点很多蜡烛吗？像庙里面？不会，只有一个蜡烛是点的，其实其他的所有蜡烛都不点。我今天带过来了一个，但是后面还有很多个。它是我买的第一个蜡烛，我那时候也是，其实跟他有点像，刚来北京，住的房子比较的小，生活的没有什么感觉质量啊，幸福感。那我后来就是看电视上面那个明星旁边真的有这个品牌的一个蜡烛，我真的专门冲到三里屯就去看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蜡烛，闻到这味道，我觉得太好闻了，它可以让人放松下来。我说真的，借我们闻，你们2个闻一下。其实我后来再碰到它的所有的，我全买下来了。你的迷魂香吧，太放松了，是不是？真的很放松，我整个人瘫倒。很好闻啊，没有了吗？我也要闻，没有到我必须非买不可的程度。真的吗？所以你当时冲去买的时候，买这个蜡烛的费用跟你的生活费用相符合吗？不相符。好，我们让他展示一下他精心挑选的蜡烛。好，来，请进场。加油，袋鼠好痛，加油，加油，加油！实在太励志了。来，这边，谢谢袋鼠。这是你送我的袋鼠发膜吗？袋鼠发膜你们都有用吗？哎，袋鼠发膜我知道这个，它可以让你发量蓬蓬。大 S 姐，我推荐你也用一下，它可以呵护你的头发。对，我也一直有用它。你们总算不辜负袋鼠先生辛苦的完成。他飘走，哎，他的眼神很无奈，你知道吗？没有方向。哇！然后这些蜡烛都点了吗？只有一个蜡烛是点的，就是它。就他是点的，那其他买来是不点的，就是基本上都是放着看的。因为他想要讲一个励志故事，可他现在这故事已经不励志了。那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些蜡烛呢？那就不要听他讲那个故事。蜡烛就是可以，就是让你想起那些场景。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买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卖掉的。比如说我100块钱买的，我可能能够60、70块钱把它卖掉，是吧？但是你的蜡烛是没法卖掉的。我从来没想过卖，为什么要卖？如果我的意思是说，它就是还能再卖给别人。我觉得蜡烛可能可以卖，就是那些东西还能用啊，能拿到马路上，拿到什么装上东西，它这个怎么走在大街上？有谁来买我的火柴？你能放在家里面啊，放在家里面点了会香香的，其实蛮舒服的。对啊。然后我们就是家里面是香香的，那我们出去身上也一定要是香香的，所以衣服香水用当泥，持久留香万人迷。有押韵。OK。那我觉得我运动也可以用，运动后弄在身上应该也很好闻。对，衣服会很香。所以这个是假的报复性消费，因为你没有什么事要报复的啊。没有什么要报复。所以苏医生他想要硬凑一个温暖故事，结果没有，对吧？我们看到你其实是一种情绪性的购买，其实很多人都这样的，你只是比较严重一点而已。我没有情绪性，我想过了，我就是要买它，这就是一种情绪性购买啊。那其实这里的话，咱们看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永远活在16岁，用的是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其实呢，你是一种听觉型的人，然后也比较自恋啊。那这个的话，那说点好听的，就是说天生容易当明星。对，那说的不好听的一点，严重之后呢，自恋严重之后容易出现精神分裂。这也太严重了吧！当然这个还得看遗传哈。如果你去了他家，去了雨润家，看到这批蜡烛陈列在架子上，我看都不会再多看一眼，然后也不会问，你不会崇拜说哇好多名牌蜡烛。不是，因为我会理解他那是他的收藏，可是因为蜡烛没有什么好玩的。如果有人收集的东西是比如说那个乐高啊、玩具啊，或是有人收集拼图，你还可以玩2下。可是蜡烛就摆在那边就摆着啊。你也是。我以前收集过蜡烛。你干嘛在旁边没装没事啊？可是我收集蜡烛，我是真的点它，然后有一次点了之后我就睡了，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个蜡全部都从那个漂亮的那个瓶子里面这样画出来，然后我就想说，
我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蜡烛而死。对啊，不止我死，还全家都被我害死，整栋楼都有可能被你烧了。对啊，所以我就立刻当下就把那些蜡烛全部都收起来。我那天很意外的遭遇了一次停电，我就把我家所有的这种熏香蜡烛全部都找出来，铺满了这一桌，每一个都点起来，然后只有一个老派的那种葬礼上用的白蜡烛，一个人发出的光抵过剩下所有这些发出来的光，那些蜡烛不会发光，他们只是为了香啊。它被封在那个里面，根本不会亮。可是他们是能够唤起你的记忆的，那就唤起我停电的记忆而已。好，它就是你的收集品就对了啦。好，于任讲完了，然后没有打动我们，那大 S 下一个妈妈啊，我不是妈妈。你只是结婚而已是吗？对，我看起来很像妈妈吗？太太，人妻。对，我就听他们讲完之后，我觉得我的东西真的太廉价了。没关系，就是又很廉价，体积又很大，然后都装不到这个里面，所以麻烦道具老师上一下好吗？咖啡机吗？豆浆机吗？面条机，它是做面条的一个机器。做出来的是意大利面还是中式的面？中式，它有很多模具。就它有的出来是有细的有宽的，然后有圆的有扁的，还有那种很长的饺子皮，还有那种意大利面的那种。这么多选择？对啊。那你用了吗？用过一次。一次？我用过一次，后面现在是我公公婆婆在用，然后他们就很开心。这一个机器能做出那么多种类的面？对，它有很多模具。我现在好像电视购物啊！真的。对，它这个地方会有很多模具。所以你有在疯狂收集做面机吗？没有，我家有很多这样的厨房小家电。所以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就是我是做编剧的嘛，然后我们工作就特别辛苦，我跟我老公回家就已经2、3点钟了，然后就经常吃饭就会在外面吃外卖啊，然后就点一些东西吃，所以说就会觉得在家吃一顿饭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每次回来之后就是晚上啊2、3点，然后一个空空的家里没有生活气息的感觉。所以我就会觉得，对于这种有烟火气的东西，我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把它们买回来，我家还有很多厨房小家电，就是什么豆浆机啦、榨汁机啦，还有做饼的机器啊。如果是擀面棍加上煮面的锅，看起来才有烟火气啊。这个插了电，你怎么会觉得有烟火气？好冰冷哦，这个。我们肯定是没有时间擀面了。对，但是你会觉得比在外面买那些挂面啊什么的会。像家里的感觉多一点，真的。可是你只做了一次，对，但是后面就交给他们做了。所以你的厨房现在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对，很多小家电。那这样方便吗？其实很多东西买回来不会再用很多次，但是你买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种想象，会觉得它会带给我很多的东西。所以你的偏执面是在于营造不存在的家庭气氛，应该是吧？他俩根本没有时间做饭呀，他俩现在。所以你买来也是不用吗？买来，现在我公公婆婆在家，他们会在家用。你跟你公婆住在一起？其实公公婆婆就会做面条，就不用这个。对。你公公跟婆婆跟你相处的好吗？现在还不错。现在？以前是有闹僵过，是不是？以前会有啊，比如做一顿饭，他会说，哇，今天我做的菜真的很好吃哎，然后有3个菜，这3个菜都很好吃，然后我就做了那另外一个菜，他就说，你做的那个菜也不难吃，这么温柔的比拼哦，这样他高兴吗？他会开心啊。而且我们家养了一只猫，就他会说，你看那个猫每次都跟着我，我去哪里它就跟着我，然后说这个猫也是看人的哦，好累的人生哦。对啊。你如果去他们家做客，发现婆媳中间有这样的状态，我会立刻走哎，我说不好意思，我忘记我今天有事。你不喜欢这个气氛？太可怕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妈妈当然是你做的菜最好吃啊，我们为你鼓掌。但是这样听起来很讽刺。对你做的要更戏剧化。你吃了一口你自己做的菜之后，你就把盘子摔，就说：“我以后再也没有脸在你面前做菜了。”然后你就一辈子都不用做菜。因为我婆婆都会跟我讲说：“哎，3个女儿都喜欢吃我做的那个荷包蛋饭啦，你下次要不要来学一下？不然妈妈很累哎。”然后我就跟她说：“妈妈怎么做啊？”她说：“要加酱油，还有加那个红糖哈，然后把那个蛋让饭拌在一起。”然后我就故意都是弄得很烂，然后就给我女儿吃。然后我女儿一吃就说：“为什么不是像阿嬷做的那么好吃？”我说：“那是一定的啊，阿嬷做的菜是最好吃的。”妈妈，你有没有听到？孩子们都说你做的菜是最好吃的，你要我怎么做啊？从此以后就他们只要说妈妈饿，我就说
去找阿嬷，阿嬷是最会做菜的阿嬷。